我那张近5万倍投的彩票中奖了，清空了奖池2亿，但我根本不敢去领，因为我知道有巨大的陷阱等着我。年关将近，有买彩票习惯的我，那天买了组幸福8的彩票，100倍投注。回去途中，中奖的感觉异常强烈，我坚信那组号码一定能中。我看了眼手机里仅剩的9万多块，我决定孤注一掷，在另一家彩票店追加了一张4.9万倍投的票。看着当晚的开奖号码，我几乎晕厥过去。7选7中，奖池里的2亿都会被清空。那晚我一夜没睡，一共4张彩票，攥在手里也不是，藏在哪里我都不放心，只好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看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了，想去买张车票，但我感觉周围看向我的眼神都不对劲，我害怕失去这即将到手的富贵。我觉得街上的每个人都在觊觎我怀里的财富，我胡乱挥着手让他们别过来，然后便逃回了家里。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敢出门，只从紧闭的门窗缝隙里偷瞄外面的情况。果然，周围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来回游荡。这样的巨额奖金，它的香味足以勾起任何人的食欲。就连资讯里都在漫天的报道，评论区里充斥着嫉妒、猜疑、谩骂，没人觉得这是真的中奖，不过是幕后那群人的做局屏障，亦或是年底分红。评论区里质疑声愈加强烈，楼下盯梢人的电话声几乎就要进入我的耳朵。凌晨4点是人的睡意最强烈的时候，我趁着夜色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警局。我跟他们反复说明我的处境，但没一个警察肯相信，只当是我中大奖后的兴奋过头，安抚了几句便要送我出去。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决定自首。没错，自首。那组号码是我花钱买来的。贺晨的讲述一当然，中彩票的不是我，是坐在我旁边淡然讲完这个故事的贺晨。现在是放风时间，我比他晚一些进这所监狱，听说过一些他的事情。彩票诈骗，金额巨大，随后自首，牵出了背后的产业链。但在他自首前，奖金已经被分批领走，下落不明，他唯独没有交代奖金的去处。监狱里各个大佬刀疤脸或是独眼龙，无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贺晨，仿佛要在这里生吞了他。我进监狱后对他颇感兴趣，帮他挡下了几波挑衅，算是成了朋友。每次放风都是我和他的闲聊时间。不知哪次我无意间提起我喜欢听故事，他告诉我他为我准备了些故事让我听听，就是我编的故事，刀哥你也不必在意真不真实，反正也出不去。他声音渐说渐低，我几乎没听清后面那句。前面的说辞也是我在外面听过的，但我对其中几点比较疑惑。你这穷人的身家，富人的玩法可真够胆大的。不过你知道头奖号码那就比较合理了。但我比较疑惑，既然知道号码，为什么先买一张100倍投的，然后再买一张4.9万倍的，一次性买完不就得了吗？他说先买一张是因为上限只允许买100倍以内的，说是细水长流，别引人注意。不过你也知道人嘛，这么大的诱惑面前谁顶得住？我就想干票大的，捞了就跑。那你这不也没跑掉吗？我不自觉地笑了下，还是自首的。我对彩票了解一点点，你说当期投奖单注1万，那你买个2万倍，不就有2亿了吗？干嘛还多花那近6万块钱？他答道，这不是坏了他们规矩了呗，有钱没命花，躲进来了。他的话没讲完，广播里已经下达指令要收监了，只好作罢。他的故事里还是有很多不合理，这种产业链里居然没有保险机制，就这么让他买走高倍数的注码。最重要的是，巨额的奖金早在他自爆之前就被人领走，如果是他设局领走了，他甚至没有自首的必要。但到了次日，贺晨无视了我的这些疑问，自顾自地给我讲起了另一个故事。贺晨的讲述，我还有个弟弟贺池，同卵同生的，妈妈在生下我们后不久便去世了。旁人看不出我和他的区别，父亲却能准确叫出我们各自的名字。我和弟弟不服，经常扮演对方，想要瞒过父亲，结果突然我们追问父亲诀窍，父亲本不愿说的，架不住我们每日一问。哥哥的眼睛更像妈妈一些，我不知怎么了，这句话就像根鱼刺似的卡在了我喉咙里，咽不下去，刺痛感日复一日。我肯定父亲更爱哥哥，但我欺骗自己，父亲是一样爱我们的。无济于事，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。我开始厌恶身份扮演的游戏，我甚至刻意疏远了贺池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在注意父亲对待我们的区别。起初他隐藏得很好，贺池打架逃课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我努力上进，名列前茅。贺池越表现得无可救药，甚至于休学1年，我就越加倍地表现出努力奋进。父亲该斥责的斥责，该夸奖的夸奖。我那时几乎以为父亲的天平偏向我了。等等，打断一下，你不就是哥哥吗？贺晨并没在意我的打断，继续着他的讲述。贺晨的讲述二序，我以为我的优异表现能换来父亲更多的青睐，事实的确如此。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疼爱，但后来我才看出那是父亲出色的伪装，他一直以来更喜欢贺晨。那日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回家时，父亲的表情却不是我想象中的喜悦。他沉着脸抽完一支烟后，让我在家等他。我猜到了父亲的想法，但我不敢承认。我祈祷着他是去买庆祝的酒菜。我等到了房间里全无一点光亮。
父亲才拽着光着一只脚的哥哥回来了，并无我所期待的庆祝。果然，父亲要我把大学的名额让给哥哥，让我俩真正意义上的互换角色，互换一个人生。那一刻，我才终于看破父亲的伪装。从小到大没忤逆过父亲的我，那一刻全身的气血几乎全都上涌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那句不可能。我转身想跑，父亲站在原地，就那么看着我跑出去。我猜他觉得听话的我不会拒绝。贺晨拽住了我的手，收起了往日的吊儿郎当，欲言又止，但又想逃避开我的视线，看着很是别扭。虽然他脸上没有流露出喜悦，但我觉得他肯定偷着乐。我故意用力拨开了他的手，逃了出去。我在母亲的坟前坐了一夜，第二天我就回去了。的确，如父亲眼神里告诉我的那样，我没有勇气脱离这个家。父亲拍拍我的后背，似乎很满意我的抉择。你明年肯定还能考个更好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成了贺晨，他成了贺迟。虽然他说这是他为我编的故事，但我俩心照不宣。此刻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合适，他看出了我的些许尴尬。还是叫我贺晨吧，我享受做哥哥的感觉。我有些同情贺晨的遭遇，在那个信息不畅通、没指纹系统的时代，顶替他人上大学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在那群有点小权力的人手里，改头换姓不是难事。更何况贺晨和贺迟本就是双胞胎，完全不需要暗箱一类的操作。监狱里这几日，总有些人对我指指点点，但我对他们没有印象，应该没有过节，我也就没理会，让贺迟继续讲。贺晨的讲述，贺迟去上大学后，家里就只剩下我和父亲。父亲天天对着我小声碎碎念，一定记住你叫贺晨。我厌恶父亲那个假惺惺的语气，他不是怕我暴露，他是怕我暴露后会影响贺迟的前途。我每次都不耐烦地应下。起初我的确不适应我的新身份，我小心翼翼地扮演着贺晨这个角色。开始时，当他朋友路上喊贺晨时，我反应都慢个半拍。贺晨，休学休傻了？我只能傻笑着回应。我害怕被揭穿，所以我强制自己必须做到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我刻意地训练自己，每天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喊我那一刻。好一段时间后，才做到把他当成了自己名字。但没了贺迟的存在，我发现自己毫无学习的动力。重读一遍高三，紧张压迫的我喘不过气，这份痛苦本不属于我。我开始厌恶学习，厌恶父亲，厌恶那个夺走我人生的贺迟。这样的结果便是我没有如父亲那句话的愿。我没有考得更好，而是更差。落榜后，父亲连家里原有的表面平静也不再维持，索性撕下那层伪装。你这成绩就算了吧，学校也不咋好，跟我去工地。父亲的语气还是如那晚夺走我人生时那样不容拒绝。我很好奇他后面没讲完的故事，我觉得他想要把积压在心底的秘密倾诉出来，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。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味着他的故事，我现在没法求证，没法知道真假，但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异样感觉。我申请了拨打一通电话的权利，再给我一天时间。第二天见到贺晨时，他似乎一夜没睡，两只眼睛上的眼皮不自觉地向下耷拉。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审视他的样貌，两颊稍稍朝里凹陷，这使得颧骨有些突出，看着像营养不良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比昨天还多了几根白头发，断掉的小拇指根处微微颤动，或许是因为换肢的缘故。无名指处也有一处刀口，跟前一天相比，确实更憔悴了。不等我发问，反倒是他显得更急迫，想要把故事讲完。贺晨的讲述这一次，我仍没拒绝，就像那晚一样。我跟着父亲出入工地，但自那之后，我俩几乎没有交流。工友们甚至看不出我们的父子关系，时常对着父亲打趣道：“你儿子可不像你啊，是不是不会说话呀？”在工地上，我又恢复了在高中课堂里的那股子拼劲儿，因为我想报复我父亲。我拿到的每一笔工资，从没有花在我父亲身上。我夜不归宿，去网吧，去迪厅，去棋牌室，偶尔也回一趟家，不过是带各式各样的小姐回去，专门气他。我带第一个女人回去的时候，他以为我想成家了，他以为成了家我就能着调了。他甚至拉着那个女的聊起了家常，大有将我下半生托给他看管的意思。哈哈哈，我差点没忍住笑。等第二次我再带另一个女的回去时，他气的话都说不利索。他大骂着让我滚出家门，唾沫随着话语喷出，挂在嘴角他都没去擦。我掩饰不住我诡计得逞的笑，关门前他让我不要回去了。这种折磨父亲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贺迟他回来了，衣着光鲜亮丽，一看就是事业有成，但这无异于对我的一种炫耀，还带回来了一个女人。她很漂亮，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小姐都漂亮。我只看了一眼就回房间了，无视了贺迟的招呼。当晚父亲喝得酩酊大醉，我知道他那是真的高兴。我没有参与他们的庆祝，就躲在房间里。只有那个女人敲门进来给我送了些吃的，面对她，我拘谨地接过碗筷，但不知道怎么称呼合适。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，父亲也死在了那天。他讲到这，我注意到他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珠光。后来在我的推理想象中，我觉得那是一抹泪光。贺晨的讲述，我把一切都归咎于贺迟，他本不该回来，他身上的衣服本该穿在我的身上。
他带回来的女人本该由我自己在某个地铁或咖啡厅里相遇，他的一切本该是我的，那是我的人生。他若是不回来，父亲就不会高兴地喝那么多。他若是不急着离开，父亲第二天也不会上工地出现那样的事故。我本可以折磨父亲，折磨得更久。从那一刻我才发觉，只顾着报复父亲，我原来忘了报复贺池了。葬礼后，我赶走了贺池，拿到了全部的抚恤金和房子。起初，我想不到合我心意的报复方法，直到一个契机，贺池主动找到我打听父亲抚恤金是否落实的事，并隐晦地表达出想要借钱的事。我大概猜到了，他应该是生意破产。我直言所剩不多，让他先回来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贺池回来了，我把他藏了起来。被他带回来的还有一群讨债人，从他们口中得知，贺池欠的根本不是生意债，而是赌债。我被堵在家里，不由分说地打了一顿，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贺池。讨债人只想拿到钱，他们下手有分寸，只是想给个教训。这给了我机会，我奋力冲出人堆，跑向厨房，抽出了菜刀。这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，他们没再敢向前。手起刀落，我剁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。他们被我吓了一跳。兄弟，不至于，我们只想要个钱。我弟的钱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这根手指就是我的保证，我这有一点钱，但我知道够不上利息，就当你们这一趟的辛苦费。我把剁下来的手指扔给了他们，接着从厨房吊顶里摸出了一沓钱，约定了1周的期限再来。他们撤了。我精湛的演技让贺池误以为我是还在乎兄弟亲情的，他跪坐在我面前痛哭，一直跟我说着对不起。但这还不够，我告诉他，我用父亲的钱买通了个渠道，虽然就挣个跑腿费，但这些年过得还算滋润。每回上线给我个号码，让我去指定站点买当晚的彩票，中奖后上缴一大部分，留给我一小部分。接下来只要分工合作，我依旧按要求买入，贺池去另外站点少量买些，这样他每次也能赚一点，慢慢还上他的赌债。那天我告诉他，这回给的是期选的头奖。我找了个借口，让他自己去2个站点买票。我料定一个赌徒抗拒不了这么大的诱惑。果然，他在另一个站点买了彩票，不是约定好的倍数，而是整整4.9万倍。就像你所说的，只要2万倍就足以清空奖池。监狱里似乎有点吵闹。是啊，怎么买那么多？我应下他的话头。他说，为了避税，只要把单注奖金稀释到1万以下，就能避免近4000万的税。那不是得买最少4.9万张？我戛然而止。他说，贺池也是那么想的。我料定了他会贪，这个操作也是我装作不经意透露给他的。只可惜站点有他们的人盯着，他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是你给了他希望，又摧毁了他的希望。他说，是的，警官，他到死都记着我的好，还是我送了他一程。他接着说，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警官，你的意图也挺明显的，早就猜出你身份了，而且我知道4.9万张的信息没对外公布，对吧？他提前预判了我的问题，但我还是好奇，他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却还是自爆出他的命案，帮我埋了我。终于，我知道了监狱里的吵闹是又怎么回事了，发生了暴动。一柄磨得尖锐的牙刷从他后背刺入，反应过来时，我一拳砸开了那个囚犯，赶忙跑过去查看他的伤势。他话已经说不利索了，我附耳过去，想要听清他努力吐出的词句。钱，我真不知哪了，这故事就真相池埋在老屋。随后狱警赶来制止了暴乱，我大喊着救救他。我被护送出了监狱，1天后传来了他的死讯，而我也回到局里复职，如实报告了监狱里发生的事情。只不过我对他故事里的疑惑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讲出来。写完报告后，局里以我辛苦为由，给我放了几天假期，后续的案件由同事接手。我叫林宗江，半个月前，我被派到这所监狱里执行卧底任务，目的是套出嫌疑犯贺晨嘴里巨额奖金的有用线索。虽然他是自首的，但和被他供出的那几人一样，嘴很牢，都没有交代奖金的去处。贺晨瘦瘦弱弱，在这里似乎并不受待见，好几次都有人上来挑衅他，我帮他挡下几波，这让他对我颇有好感。也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，我以为那是局里打了招呼，好让我更快接近目标。我也不负所望，接近贺晨后，几经引导，他就松了口，竹筒倒豆子似的跟我说起了他的故事。起初，贺晨讲的故事也是他自首后讲的，然后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，虽然我不知道和彩票的关联，但也没想到会牵扯进一桩命案。他迟迟没讲到重点，而我的任务期限也快到了。然而直觉告诉我，就快了。打了申请电话后，局里似乎不满意我的任务进度，就算我表明现在我和贺池的关系明朗，任务即将告破，那边也准备终止任务，再给我1天时间。从3天讨还成1天，那边才终于答应。可任务本就还有3天期限，局里的这个态度让我有些疑惑。第2天，贺晨讲完了他的故事，他也道破了我的身份。我并不企图怪他识破我身份，的确，我是有些操之过急。但我还没来得及提出我对他故事里的疑点，他就在我眼前被捅了一刀。故事听起来是有一股失真感，像是提前编排好了一样。他前一晚一夜没睡，难道是提前在编排故事？
但这个编排好的故事于他而言并没有好处。就算不被杀死，在明知我是警察的情况下，把自己杀了人说出来，等待他的也是法律的制裁。故事里他父亲的死因也是含糊其辞，贺池染上赌博欠下赌债，似乎来得太凑巧。更重要的是，那柄刀插入的位置，抢救及时的话，大概率是能活下来的。我不清楚这次任务算不算成功，但局里把后续交给了同事，这样看应该是算失败了吧。就连申请去查看贺晨的尸检报告都被拒绝了。算了，这些疑问他们会去查的。我这么告诉自己。趁着几天空闲，我打算去送贺晨最后一程。没有直系亲属，流程走得很快。同事告诉我，火葬场通知了他亲戚，那边百般推脱，似乎很不愿意接手。一通教育过后，那边才表示过来。我打听到了火化的时间，一个人去了。跟其他逝者的排场大不一样，贺晨亲戚那边仅来了一人，没有任何仪式，甚至一把遮阳的黑伞也没有，装骨灰的坛子被替换成了鞋盒。大叔走时嘴里还碎碎念着晦气，我上去与他攀谈。他起初拒绝与我谈及贺晨的事情，表明警察的身份后，这才绽开笑脸，告知我他是贺晨的表叔。您似乎对您表侄颇有微词。他表叔啥？我抱歉，就是说您对贺晨不是很喜欢。他表叔也没有，就是那啥，这小子几年前借了我钱，现在他们一家都走了，还得我花钱送他入土。那他为什么借钱？他表叔能为啥？赌呗。刚开始我不知道，周围都借遍了，我才知道，我表哥就他爸都快气死了，好在从工地里摔下来死了，不用再受他气。这小子咋就不像他哥，成绩好，有稳定工作？对哦，他妈的，不是有他哥贺池吗？不该是他来送这最后一程吗？随后他憨憨地笑了下，似乎是对在我面前爆粗口不好意思。贺池的死还没对外公布。他拿到他爸的抚恤金后也没还你钱吗？他表叔还个啥呀？我表哥刚死，那个是死人钱，我本来还不好意思要的，架不住家里老婆催着要，我去了他家都见不到人，后面我找人打听，才知道这崽子天天泡在麻将馆里，好不容易赌到他一回，他咬死自己没钱，我说你爸留给你的那笔钱呢？他说都输光了，还笑嘻嘻的想要向我再借点，他说这回一定能翻本。警官你说说，你听着气不气吗？我示意他冷静，指了指他手上的盒子，人都没了。他表叔谁知道他爸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？我表情瞬间严肃，乱说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爸的死可能跟他有关？不是这个，你刚刚说他哥叫贺池。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个智障，还多了几分警惕。他哥不叫贺池叫啥哦？你到底是不是警察？怎么连他哥叫啥都不知道？说完他就抱着个盒子跑开了，留我在原地愣神。我犯了个低级错误，我根本没去查阅过贺晨的户籍信息，仅根据他的故事就判定他为哥哥。他说他跟贺池互换过名字，之后他成了哥哥，而根据他表叔的说法，贺晨仍是弟弟。我不知道贺晨这么说的意义。我赶回了局里，想要查阅下贺晨的户籍信息，顺便把这一情况上报。而赶回局里后，我再度傻了眼，贺晨的这起巨额诈骗案加凶杀案居然结案了。很潦草，只在我的报告上做了些许改动。贺晨在其父亲死后，嫉恨贺池，利用其贪心购买大额彩票，害死贺池，后其同伙携款外逃。贺晨畏罪自首，后因监狱暴动，被跟他有过口角的狱友刺死。我有些骇然。我清楚局里平时会收取一些好处，对一些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这次这么大的金额和2条命案，居然就这么草草结案。我脑子里有了个大概猜测，于是离开警局回到了家里。一回到家里，妻子又开始了她的埋怨，诸如放假了也没陪他，天天在忙工作一类的话。我不置可否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仔细斟酌。贺晨在知道我身份后，给我讲了个他身份互换复仇的故事，但这个故事经不起推敲，身份乃至个人行为都对不上，或许是想转移我对奖金的注意力。原本派我去取证的局长，突然让我终止任务，甚至对疑点颇多的命案潦草结案，这背后是否也有牵连？监狱里的囚犯对贺晨虎视眈眈，难道不是因为他藏起来的奖金？妻子故意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以此来发泄我无视他的不满。看着妻子幽怨的小表情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那个女人，那个贺晨连名字都没说给我的女人，或许她知道些什么。我站起来亲了妻子一口，然后捞起外套就要朝外走去。妻子还沉浸在那个吻中，忙问我上哪去。去找一个女人。我完全没注意到上一刻还娇羞的妻子，下一刻就抓起沙发上的枕头砸向了门框。再回贺晨村里求证了一些事情后，我连夜去了贺池工作的城市。一个没有名字且不知道相貌的女人，找起来并不容易。我只能从贺池的关系网里找起，索性向局里多要了2天假期，只说是陪家里人。贺池的朋友们似乎在刻意躲着贺池，无奈亮明身份才肯配合。一问，竟也是害怕贺池向他们借钱，也因此他们全然没发现贺池已经消失好一阵了。从他其中一位朋友那里，总算打听到贺池的女友胡思慧及其工作单位和照片。
次日，我蹲守在其公司附近，就在我看到一个形似胡思慧的女人，正欲上前确认时，一记闷棍敲在我脑门上，又在我口鼻处蒙上一片毛巾，接着便失去意识。本以为醒来要面对刑讯逼供一类的，故意在醒来后装睡，脑子里盘算着怎么逃跑。不想把我叫醒的竟是我的妻子，我就躺在家里。从妻子口中得知，有人敲了家里的门，打开门后就看到我躺在家门口。我拉着妻子去物业查监控，一路上妻子还在嘀咕我出去找女人的事，还不省人事的回来了。监控证实了妻子的说法，我被俩男人抬到了家门口，随意往地上一扔，便急匆匆离开了。物业询问我是否报警，我有些无奈，作为警察却没有报警的勇气，因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，告诉我不要再查下去了。我跟物业扯了个谎，那天是和朋友喝多断片了，那俩朋友是送我回来的。物业看我俩的眼神，好像在告诉我，给你俩闲的。这之后，我便没再过问贺晨的案子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便辞去了警局的工作，跟随妻子出去游玩。但案子在我心里并不意味着终结，我一直在脑子里试图推演出真相。贺晨和贺池或许并没有调换过身份，而在监狱里那么说，是他在认定我是警察后给我的提示我整个故事是假的。然而我并没有领会到，故事也并不全是假的，只是在半真半假间给我传递一些信息。贺池是哥哥，贺晨是弟弟，他们母亲很早去世，死于难产，这一点我去村里时得到证实。于是父亲对他们俩的感情有了些许不同，因为潜意识里觉得是后出生的弟弟害死了妈妈。贺晨故事里颓废逃学的是他自己，成绩优异的是贺池。当然，仅凭父亲的一句哥哥的眼睛更像妈妈一些，不足以让他颓靡，很可能是父亲酒后失言，说了什么比如是你害死了你妈一类的话。当贺池考上大学，出于对弟弟的疼爱，是贺池主动提出要让贺晨顶替自己去上大学。当其父亲从外面揪回贺晨后，贺晨觉得那就是一种施舍，断然拒绝，于是变本加厉，恶习累累，第2年自然落榜。其父亲带贺晨上工地工作，贺晨视为耻辱，经常想招气他父亲。在贺池带回胡思慧后，贺晨受了刺激，也决定要赚钱，但他的方式是在赌桌上。不幸的是，逢赌必输，他输得很惨，他借遍了周边的亲友，却仍赌不上窟窿，于是被剁去小拇指。他在故事里谎称是自己剁去的，但如果是自己下手，必然会为避免伤及其余手指而有所收敛，但那个伤口不是，刀口延伸至无名指。我想象到那个画面，他跪在赌场里，声泪俱下，想要求得几天宽恕，但赌场老大直言他坏了规矩，接着便让人按住了他的右手，用斧子利落砍下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伤不伤到其余手指与己无关。或许是受了赌场的人威逼，他打上了父亲工地赔偿金的主意。一番挣扎过后，他还是动了手脚，致使父亲坠亡，拿到了赔偿金，偿还给了赌场。他在描述到父亲的死时，眼里泛起了泪光。我想，这是他故事里一直以父亲一词称呼的原因。他想保留那份敬重，或许也是感觉自己不配再喊一声爸爸。而后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他父亲的死反过来成了他们的要挟。他再没能偿还上这笔债务，他没办法，开始找贺池要钱。贺池质问他赔偿款的去处，他坦白了一切，但瞒下了父亲的死因。贺池出于对弟弟的保护，尽力借钱替他偿还，而这一切的背后，一定有一双大手控制了一切。我称之为他遍布在黑白两道。局里对此潦草结案时，我察觉到他的存在。我被人打晕带回来时，我确认了他的存在。因为我的家庭信息是保密的，只有局里才清楚。彩票信任危机浪潮袭来，他决定宰几只替罪羊，手法虽然低劣但有效，宣泄过后人们便会遗忘。他通过赌场找上了贺晨，免去了他的债务。相应的，贺晨替他去买彩票。聪明的贺池意识到彩票只是个幌子，是个死局，他和贺晨事后都得闭嘴。于是贺池找到背后的他，甘愿交出自己的命，以保全贺晨。当然，这样筹码还不够，贺池给出了一条避税的建议，就是买下5万张票，稀释每一注的金额，避免4000万的税。条件是贺晨得活着，并得到1000万。他欣然答应。之后贺池被杀，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领走2亿并转移。贺晨自首，利用他们准备好的说辞供出那几只替罪羊。当然，恶鬼是不会遵守和人的约定的，替罪羊的作用就是被杀。监狱里的囚犯消息闭塞，所以他们表现出的并不是对贺晨奖金的兴趣，而是被买凶杀人，包括狱方，包括局里的行为。贺晨或许是知晓自己的命运，又无法透露出真相，因为他也知道哪都有他们的存在，所以才给我讲了个故事，把他哥的尸骨托付给我。这就是我推理出的故事。老婆，你觉得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对。你倒是说说，贺晨他哥都死了，就剩他一人了，他还知道自己也会被灭口，他干嘛不直接讲出实情？妻子抓住个漏洞，得意地看着我。哈哈，就知道你要这么问，还能有啥？贺晨也爱着胡思慧那个女人呗，他本就是用来威胁兄弟俩的筹码。妻子一副若有所悟的表情。那你怎么知道贺池给贺晨要了1000万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那是贺晨给我的报酬。
报酬？什么报酬？贺晨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他让我安葬贺迟，他让我确认胡思会平安，他让我避开局里查案，这些就是他给的报酬。他都死了，怎么给你的？叫你认真听，你老打岔，他不说了吗？在厨房的吊顶里。哦，怪不得你要操心贺迟的葬礼，是不是那时候？妻子的这声哦拖得老长。不对，吊顶，那地方放得下这么多钱吗？警方不都搜过了吗？还有，你身上有这么多钱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你傻呀？他不会。